药没了，没事了就赶紧滚。失控了。你怎么了？我是不是压伤你了？都给过你机会滚了，现在是你自己选的。我喜欢你的味道，从现在开始属于我，好吗？这种病毒在19年前突然出现，感染者至今无法被彻底治愈，但除了一定程度影响感染者的免疫力水平，Affinity 病毒一直没有表现出其他明显危害。只是近期激起Affinity 病毒感染者的失控伤人事件，再次引发公众对该病毒的担忧。因此，我们请到了病毒学专家李教授来为我们介绍关于 Affinity 病毒的最新研究进展。病毒已经进化出 A、B 两种亚型，最近的失控事件好像都发生在 B 型感染者身上。B 型病毒应该出现了某种未知的突变，促使感染者表现出了很强的攻击性和反社会性。昨晚你磕到了头，有点轻微脑震荡，还记得为什么会磕到吗？好像做了一个很混乱的梦，记不清了。你是医生吗？原来我出场自带恐怖片音效。他和5年前那个人长得太像了。你们好，我是金内尔斯生物医学研究所研究员顾燕青。昨晚你们过了约定的时间还没来报道，电话也打不通，所以我就被安排去找你们俩。结果看到你们俩在小树林里晕倒了。报警！赶紧报警！昨晚树林里出现了好多杀手，他们杀了好多人。他不会真的是5年前那个人吧？
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全身上下没什么力气？蘑菇汤有毒。啊！昨晚你们煮的汤里面有种致幻菌，导致你们全身无力，体质化。怪不得我还能跟那个杀手过上2招呢，原来是幻觉啊！我都说了，野蘑菇不能乱吃。好了，你们身体里的毒素应该代谢的差不多了，收拾一下，跟我去见所长吧。快点。气质是很不同，但长得和那个人也太像了，我还是不能掉以轻心。哇塞，这办公环境也太酷了！这是捐赠遗体跟我们做研究的志愿者，以后他就是你们的大体老师。郭老师，你一会儿有空吗？还想请你帮我看看论文。找丁老师一起吧。你们就是新来的实习生吧？师姐好。行，我去带所长过来，你们请自便。我帮你招待他吗？你们俩就在这坐着吧，别给大家惹麻烦。所长，推测他俩昨晚应该是吃了毒蘑菇后中毒晕倒了。毒蘑菇，毒蘑菇，蘑菇好啊！哎呦，这个多长时间没吃过了，我天天想吃什么，想到头都炸了。哎呦我啊！今晚野生菌火锅。吃饭前先把正事干了。顾燕青的履历看着很合理，不太可能是那个人，但越看越像呀。一般高智商反社会人格都极其擅长伪装，万一顾燕青真是那个人的马甲，我是不是应该给所长提个醒呀？顾燕青有案底，他杀人了。知道我秘密的人都得死。头又难受了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金尼尔斯的所长丁所。丁所好。丁所好。哦，我是实习生陈依依，他是实习生吴农宇。我们都是东大生物科学专业，研二。啊，不错不错，一看就是乖巧的孩子。丁所，紧急情况，停尸间有2具尸体不见。本来想请你们吃个饭，临时插了个会进来，改天吧。啊，小顾啊，带他们安顿好。走吧，这边。
宿舍在76楼，4楼有个餐厅，有需要你们可以自取。还有，晚上没事不要出来乱晃。好的，顾老师。陈依依，这你的房间。哦，晚安。晚安。走吧。邱小庄园夫妇被害案中，警方曾将妻子谢某旭列为嫌疑人调查，但一直未找到关键性证据，至今仍是悬案。哥，你记得5年前邱小庄园你们带走的那个谢某旭后来怎么样了吗？对不起。这是你房间。顾老师，晚安了。不想忍了，让我进去。你不要的。刚刚不小心蹭到门上新刷的漆了，实在忍不了了。借用一下你的洗手间。背影看着也有5、6成的相似，得想个招，不被他察觉的看看他是不是也有那个疤。对不起啊，我本来想试一下花洒的水量，没想到溅到你身上了，我帮你擦一下。裤子也湿了，要不也帮忙擦一下？今天的事我当作没发生过。希望你以后把心思都放在学术研究上，不要花在不恰当的地方上。哥，你打听谢新旭做什么？他叫谢新旭啊。就是我这2天实习嘛，很焦虑，所以老是做噩梦，老是梦到他那对渗人的眼珠子。
经常梦到他，怎么现在才告诉我？因为我就是怕你现在这个反应，所以才不敢告诉你嘛。所以他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嘛，哥？他4年前病死了。那我就安心了。哥，你看，我已经在这边非常安稳的安定下来，你不用担心哈，早点休息，晚安。监控坏掉了，没有拍到那2具尸体是怎么不见的。最快一定要封锁死这个消息，把这栋楼所有的监控都调出来，不要放过任何线索。好。餐厅怎么没信号啊？刚刚肯定被顾老师误会，我在搞一些有的没的勾引他。嘎出天际啊！
伤害你的人已经被控制住了，现在这里很安全。刚才攻击我的那个人，很像今天那个大体老师，他诈尸。你是不是为了救我受伤了呀？对不起啊，我已经给那个人打了强效镇定剂，没有和他正面接触，也通知安保科的人过去处理了。还有，又对我个小动作，别再有下次了。真是活爹！Geners 经常停电吗？这可不是普通的停电。怎么还是没有任何信号啊？应该也被切断了。李柱，李柱，是不是发生什么紧急事件了？20分钟前，他受到了不明男子的攻击，而且，这个男子很可能是捐献遗体的志愿者。怎么可能？他们明明已经……会不会是有人利用某种未知的手段操控了大体老师的身体？我去安保科找对策。所长在负1层的停尸间，你们快去通知他现在的情况。这里原先应该摆着100多具尸体。钉锁。钉锁，你也被大体老师袭击了吗？你被他们袭击了？
已经控制住一个了，李柱也去通知安保科了。那里面的尸体呢？最开始是有2具尸体突然不见了，我就过来查看情况。然后他们就离开了。幸亏我当时反应快，我这才躲过一劫。哎呦！这是 B 型感染者。你们不会拿这些感染者做什么秘密实验，结果玩脱了吧？他来金内尔斯实习是签了严格的保密协议的。5年前 ，Affinity B 型的感染者首次出现了失控伤人的现象，因此组建了特殊管理局对他们进行管控，同时也展开了对他们体内病毒的研究。得出的结论是 ，B 型的 Affinity 能大大的开发感染者的体能潜力，让他们拥有惊人的破坏力。后来呢，政府就把这个群体命名为刃。Affinity 也让少部分的刃患有情感缺失症，所以就是感受不到，也理解不了爱和痛苦这些正常人的情感。可以这么理解。所以呢，他们出现反社会倾向的比例就比普通人要高很多。之前新闻不是说嘛，这种人啊会发疯的，还会反社会。你看看，现在连自己的父母都……政府后来看中他们的能力，利用他们去执行一些危险的任务，来保护普通人类的安全。哎呀，但是刃呐，在任务结束之后，它很容易失控伤人的。他们一很兴奋的时候，体内的病毒载量就会很容易爆发，然后就会失控，一通乱发泄呀，最后搞不好就精力耗尽就死掉了。失控也是可以解决的，一定条件下 ，A 型 Affinity 可以抑制 B 型 Affinity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 A 型的感染者可以引导失控的刃变正常，不过必须满足2个人是不同性别这一条件。后来呢，这一群体也被命名为隐，他们天然的吸引刃。那刃是怎么在人群中确认隐的呢？隐呢，由于病毒的影响，他们的血液啊、眼泪啊这些体液有很特殊的味道，刃的嗅觉很灵敏，它能闻得到。那隐是怎么引导刃变正常的呢？通过体液的深度交互，一般称它为节气。比较常见又安全的一种节气方式呢，就是2个人结婚，然后通过夫妻生活呀，就是现在很多人通过跟隐结婚，已经回归普通人的生活了。所以节气约等于正常人的结婚？不是，要比一般人的婚姻更加牢固。这是1对1的永久绑定关系。节气以后，病毒会产生排他性，从此以后这个刃只能被这个隐安抚，这个隐的体液也对其他人无效。他们
会认定彼此。但是瘾的数量比任要少很多，所以这些年 Genos 一直在进行抑制剂的研究，来解决这个失控的问题。所以研发出来了。刚刚顾老师救我就是用的抑制剂，对不对？抑制剂是通过降低病毒的活性，使人从亢奋的状态中迅速镇定下来，但效果是暂时的。耐药性会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而变强，最终失效。所以就要一直改良抑制剂了。其实今天这些人就是试新药的志愿者，没有想到他们试完新药以后就死掉了。哎，这个新药的不良反应会不会就是造成呼吸暂停之类的，然后被误判为死亡啊？全保科那边安全。给你们讲个笑话，那些人看着脸，但是每次做药物测试的时候，都会叫得跟猪一样。想起来就好好笑。真香，傻子也是。要这么开心啊，我也要听。来，想想就好笑。哎，猕猴桃给我一个，我还有一个更好笑的跟你讲。给。哎呀，生哥，听你说的，我今晚都想搞碗猪杂粥喝了。我给。嘘，不要发出猪叫。嗨，你们没死？哎呀，就是跟大家开个小小的玩笑嘛。不过接下来要弄真格的了，猎杀游戏正式开始。我听见这边有枪声，我看见有人往那边跑。南星，抑制剂都到手了。Nice， 一会儿给大家发一下，免得失控了自己人都干。我想想啊，接下来该怎么玩这些小老鼠呢？要留活口吗？发现瘾就留着呗，以后这里啊就只需要生活自由、快乐又团结的刃和瘾哦。
应该是那群人干的。你们快看监控！他们不会是要去宿舍去吧？快找个电梯钥匙，接听他们！快！你们到底对那些人做了什么呀？他们为什么要赶尽杀绝？真的只是正常的试药啊！他们还签了风险告知书和遗体捐赠协议呢。钥匙！监控前的你们在忙什么？没用的。看来有小老鼠在偷偷盯着我们呢。我联系了几个律师，他们说，如果你2审上诉的话，有可能把刑期降下来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想帮你。不用。这就是你的计划。你瞒着我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做的一切，你所有的反常，就是为了把我推开，自己去报复方志清，是不是？公主，你真的很聪明。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计划的？从一开始。6年前，从我站在你家门口的那天晚上开始。想不到，还是理解不了。有些事情你确实无法理解。你没尝过不幸的滋味。我妈被迫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，死了。为了省钱，李兰换到了偏远郊区。也死了。在你眼里，我不过是个站在你家门外等着求情、等着被施舍的人。你记得我原来跟你说过的话吗？你这人太假了。你和我在一起，只是为了满足你自以为高贵的同情心，对吗？你那么恨方志清，但其实你和他是一样的人。你
是在报复我。我在你家别墅门口第一次看到你，我原本以为我们永远不会有交集了，没想到的是，我们进了同一所大学，同一个专业。我本来不想招惹你的，谁叫你非缠着我？我缠着你。好，那你为什么让我缠？因为蓝冠，一个项目张小贝想抢就抢，可你们爸妈随随便便几句话又能拿回来。我那个时候就发现，你们家还是有点实力的。我查了，你爸是做医疗器材的，这可是个暴利行业，你知道吗？把癌症的治愈率提高1%。LP 的梦想也是为我量身定制的。召唤时光，无处可藏，怎么原谅？不管是 LP， 还有什么梦想，全部都和你没关系。是啊，我怎么会这么傻？你走吧，以后不要再来了。李迅，你说过，背叛的人下地狱。我想要给这爱一点微光，就像那是你曾借给我。那就当是我背叛好了。这种东西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约束力，就算真的下地狱也无所谓。我经验丰富，毕竟从小到大我滚过很多次。放开我的手掌，假装遗忘。我绝不背叛你。模糊的、清晰的多，层层的倔强。我从不曾背离时光，一直李轩，我想跟你一起创业，就从 LP 开始。我爱你，公主，你有梦想吗？我的梦想就是和我的初恋修成正果。有些怀念不能讲，只好学着去放。我承认你眼底我的模样，模糊的、清晰的多，层层的倔强。我从不曾背离时光，一直在你身旁。我想要给这爱一点微光，就像那是你曾借给我的肩膀。有些怀念不能讲，只好学
哦，差不多了。等出了校门啊，就很难再凑齐这么多人了。可能你们跟在场的很多人，这辈子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了。谁也没有想到，现在就凑不齐了。那个是你做的吗，班长？毕业照总得照吧，不然白读了4年，连张合影都没有。好了，大家站好，大家站好了啊，安静安静。往中间靠一点，站好。甄迪，过来，一起啊。高建宏，你往旁边挪一个，给李群留个位置，回头给他披上。越往后就越偏离。各自奔天涯。我知道，原来因为各种原因，我们公司的主体业务是医疗，你们几位都是 LP 的元老。但是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要进行调整，毕竟我们不是做公益的，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一整块业务剥离出去。感谢各位的理解。高总，你直说吧，是你把我们的医疗软件卖掉了？不错，是卖了，这不是什么秘密。医疗行业投入大，专业性技术门槛高，而且见效慢，不是我们这种规模的小公司可以撑得起来的。我们是一匹小马，拉不了那么大的车。怎么样？高建宏从李寻手里骗走了 LP。
他们不是很好的朋友吗？什么感情最终都是靠不住的吧？秀竹哥，你帮我一个忙呗。说吧。虽然咱们说好这次回来不管怎么样都不改变计划，你就直接说但是吧。但是你可能要一个人开车回临阳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可能要一个人和我爸妈吃饭了。好，那我就跟叔叔阿姨吃饭的时候呢，跟他们讲一讲咱们这2天的经历，跟他们讲一讲你跟李寻是如何不期而遇的，然后再讲一讲 LP 公司的事情，最后我再跟他们讲一讲你这个失而复得的钥匙。你就帮我争取一下时间，我处理完事情就回来。你还处理什么呀？你还要去见他？我和李寻已经结束了，他把钥匙留下，就是他想告诉我的一切。他想把这段感情留在该忘记的地方。那你们之间还剩什么？这家公司是我们曾经的梦想，我不能放着 LP 不管，我得再见李寻一面。说的好听一点啊，你这个叫自欺欺人；说俗一点呢，你这个叫自己作死。人呀，要往火坑里跳，总会想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。你还不如直接骂我。要骂也是骂我自己，好不好？我说过，我的预言很准的。那你答应了？没有。哎，你想想，你让我自己去跟叔叔阿姨去吃饭，这不是鸿门宴吗？那我妈要是知道了，明天早上肯定站在房门口了。那你就考虑一下嘛。那明天一早上，阿姨这电话一会儿就会追杀过来。那怎么办？唉，怎么办？那我就跟阿姨说，我说阿姨，有一个朋友来找我了，从国外回来的。我呢，就带你跟我一块去见他，可能还要耽搁2天。厉害啊！这叫逼良为娼，还厉害。那你打电话。你打。你打。至于吗你？这是互联网大会，又不是歌迷会。干嘛呀？你声音小一点。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的粉丝有多疯了。哎，那混蛋真的会来啊？互联网大会是最重要的行业活动，有名有姓的公司都会来，而且 LP 是主办方，高建宏和方志静一定会来。只要他们俩来，李迅一定不会错过。哎，进去吧。哎，进吧。往后一点。有联系方式、地址。到程序员，您看一下，您看一下。哎，你好，2位好，这是我的名片，看一下。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朝阳网络运营公司的推广专员，我叫洪小薇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有名片。啊，没关系。那请问你是做什么的呀？啊，我是程序员。程序员，哦，那正好，那您看一下，这个呀是我们的产品，功能是帮助现在在校大学生联系兼职的工作。小件兼职，
姐姐，既然你是程序员，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我们软件还能再怎么改进改进啊？我觉得现在的功能可以再完善一点。现在只有简单的工作介绍和联系方式，或许可以加上工作价值评估。而且软件现在用户只能自己搜索工作，我觉得可以根据他们的优点啊、长处进行智能推荐。不过你们后台有记录用户的搜索历史吗？那就太浪费了。真实的数据是最宝贵的资源，你们要短时间内了解每一个用户的需求。哦，对不起。慢慢完善吧，这软件的出发点很好，市场需求也大。可以啊，平时完全看不出来。哎，姐姐，那你呢？你有什么建议吗？我，嗯，我这边的建议是，要不改个名儿，小健兼职听着感觉不怎么吉利，改个名儿会不会运气好一点？哦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一步一步来吧，等以后注册的用户量多了，广告商就会来了。我会加油的，姐姐你可太厉害了，羡慕你哦。那个小健兼职，小健是谁？你等会儿啊，果儿姐，啊，先过来。这个呀是我男朋友，我们两个今年大学刚刚毕业，他一个人打好几份工呢。小健兼职就是我们俩共同创业的项目。对对对。不过他的主要工作是在这个飞扬网络公司。我心飞扬网络公司。哦，我心飞扬网络公司，他是做美术总监的。嗯。但是大家平日里也都喜欢叫他小健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这位姐姐是程序员，她可厉害了。哦，姐姐是程序员啊。正好我们公司就是在招程序员呢，您可以了解一下。我名片。你们公司美术总监都出来招人了？我们公司就4个人，这还算老板呀。刚开始成立。哎，这位姐姐，我们是不是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？哎呀，对不起，我们一会儿还有活动，就先走了哈。要走了吗？行，你要是对我们公司感兴趣的话，随时跟我联系啊。联络我们。年轻真好。谁说不是呢？站对了风口，谁都能行。你好，你们是哪个公司啊 ？LP。这边登记一下。好，给我吧。好的，现场的各位来宾朋友们，欢迎各位来到第14届互联网大会。那此时此刻呢，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网红界的劳模露娜小姐，以及我们的高建宏高先生，欢迎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拍照留念环节了，请2位一起看向前方的摄影老师。时间留给大家。来，露娜，看这边。这个就是高建宏的老婆。麻烦你把模拟照一下，我们再拍几张好吗？徐丽娜，她就是徐丽娜。徐丽娜不是一直都跟在李寻的后面吗？怎么会嫁给高建宏啊？准备好了，有请2位到我们的会场稍作休息。感谢2位，谢谢。好，现场的朋友们 ，LP Nothing and Power。那此时此刻，我们也非常期待在此次的互联网大会的活动现场。然后你在这里，请跟我来。这个是。老张，高总，位置在这里。高总，你好。你好，好久不见。好的，各位，接下来的时间，让我们有请到 LP 公司副总裁方志进先生上台讲话，掌声有请。大家好，我是 LP 的 CTO 方志进。对于中国游戏来说，即将过去的1年，
是价值回归，值得反思的一年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那我们要追溯到最早的洪荒时代。我们每个人追求的都是数据，还有流水。而现如今，行业把目光投向了产业的社会价值，探索公司和行业如何才能有更长远的发展。随着我们的生活和游戏的关系越来越紧密，游戏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一种单纯的娱乐创意文化范畴内，先生，它更是一种不好意思，这边新型的教育工具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中到请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好吗？在2018年，极客战记，麻烦您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，您不能坐这里。它让很多用户都掌握了编程知识。让很多的用户完成从不懂编程到掌握编程的转身。好的，在寓教于乐的环境中和思维模式。我记得索尼的 CCO 拉夫考虑好了吗？多少？说个数。所有。什么？就是在快乐中学会某种本领。我要的是你的所有。你要我给你什么？不是给，是还。经常有人说啊，我们所打造的你还有一次机会，和现实生活是一种对立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服吗？李学，你疯了吗？如果你现在说你后悔了，我会考虑放你一马。再问多少次都一样，人如果不自量力到这种地步，就有点可笑了。LP 这个名字，你高建宏不配。从今天起，我要把 LP 拿回来。还特意来跟我说一声，李学，我早就在等这一天了。我很庆幸，这场较量是在毕业以后，这样避免了小打小闹。我倒要看看，你怎么把 LP 的名字拿回去。所以我相信，中国游戏未来可期。我新飞扬网络公司的，我们招程序员，你要不要了解一下？哟，怎么这么快新公司就找到了？也是。你这简历是半截的，人家不嫌弃你就不错了，你没资格嫌弃别人。我会联系你的。啊，行，你到时候随时给我打电话啊。哎，这还有个名片，您看一下，如果有需要您就找我啊。再见啊。哎，你好，您对这个。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啊，想一出是一出。你也和以前一样，总是看不远。对了，朱韵来找过我。